水球公，姑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替大王去问个明白。姑派齐眉督护卫水球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，退后10步。沈成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。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衙马军正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。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成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成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军见谅，末将沈成礼。吴越今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。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成礼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军得罪了。
见过师中。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。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顾尚书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副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九王爷。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刊盒了。末将代办王事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。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。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武为王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这又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，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，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搁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
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。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诸军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弘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是，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。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。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。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2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，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谦当时在秦从第1都当督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厚道，愿意听老王的话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，先王红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他若是7郎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夺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
九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人齐了，念吧。大王教命，王帝检校司空、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，聪锐勇毅，晓之刚略，文穆王时数称褒誉，承逆兄以昭忠义，诛贪暴而靖州县，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，都点检西府、萧山、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，整饬营务，严肃纲纪，全防御，守捉，捕盗诸事，主者施行。老沈，方才在营寨之外，还夸说你讲规矩，行军立寨，法度森严，便如此不经夸吗？末将小臣等参见九郎君。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何品质，是何差遣？军中行参里，除了将帅之外，还有郎君一说吗？末将军中无状，请大帅治罪。兵是你的兵，将是你的将。有规矩在，有军律在，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，国家养你这个将主，又有何用？军中妄语，杖10；军中无状，杖20，30杖。来人呐，拉下去！啊，拉下去！诺。帐中妄语，军中无状，你倒是会心疼人啊。若是依着不遵主帅这一条来治罪，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？还请大帅开恩。本帅不爱杀人，只是军中令行禁止，刑律森严，做错了事，用错了典，便不能不罚。错用军典，治刑不当，杖20。末将领罪，多谢大帅恩典。军中的事其实简单，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，便拿捏住了这一军。沈城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，久经风浪，要拿住他不容易呀。九郎君若是去夺沈城礼手中的兵权，此刻他已经死了。如若你去，你会如何做？萧山大营沈城里部下有4个指挥使，9个副指挥使，我笼络这13个。行了，你也死了，在人家大营里，当着人家的面，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，你以为沈城里是死人吗？人家的兵，人家的将，
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，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。姓钱又能如何？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？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，满大营的吆喝。人家那是财货人情，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，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沥血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，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。你说结交就结交了，你说笼络就笼络了。那以令公所见，九郎君该如何做，才能够让这沈城里奉教听命啊？他在乎什么，便给他什么；他担心什么，便让他放心。他的兵，他的将，上由他自家去上，发由他自家去发。要施恩买好，也让他自家去施恩买好。坏人你来做，好人让他自家去当。尊卑上下，情义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人家也轻松，你的事情也做得了。太尉，都怪我的糊涂，连累了太尉。哎呀，慢点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九郎君此来本就没存着善心，如此挑剔苛责，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罢了。便是大王来到军中，也要讲道理人情。如此无事生非，即便大王来了，是。给我闭嘴！军中没有大王，没有郎君，只有将帅军相。此事本就是咱们不占，若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我不念往之，否则请分。大水虽然年轻，却是个经历过战事的，有种规矩。此番他奉王教而来，手握兵符，生杀予夺，皆在他一念之间啊！都给我仔细些，小心伺候。是。回禀大帅，末将等领行完毕，特来交令。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，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，要立营垒、设卡子，盘查过往人等，禁绝行止。碧波亭水寨这儿，去1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，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，骚扰南城。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1个多的步兵，将航站、码头、余杭酒肆、坊市、仓储都给我看住了，禁绝人员出入。今日夜里这趟差事，不要尔等杀多少人，砍多少颗脑袋，算多少斩首，要的是周详细致，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1个人，不该逃的便1个人都逃不脱。不滋事，不扰民，看的是诸将的能耐，更是忠心。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，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，这趟差事
要如何做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？你来。后面的事，用什么人，怎么用，调哪支兵，办哪个差事，讲谁罚谁，怎么讲怎么罚，都由你自家说了算。我能做主的，全都依你；我做不了主的，你草拟奏章，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。安排。太尉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大帅的军令已下，你们是没听见吗？邓德月在，封锁保德门外道路，绝禁行人。诺。金彦涛在，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。诺。王鄂在，你率军直趋博弈坞。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，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。诺。快去！你救了自家性命，也救了众将的性命。末将惭愧。若来得及，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。今夜王宫的局面，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，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。说白了，大王敢不敢信？那大王会信谁呢？你们是亲戚，你觉得大王敢信谁？林公，如何算信啊？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在军中，做事情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。信，便用；不信，便砍了。哪有那许多啰嗦的？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。工部尚书胡景，全浙东营田大使，这算不算信？不算，这分明是不信。既然如此，那水丘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。我老了，便不送了。站住！父亲，小心此人，有见识有胆识，对王室忠心，心思机敏，能察人心思，一谋一能断。我死以后，你们斗不过他。儿子本来没争没斗，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。果然是个蠢材。胡令公所为，纯为自保。是，这是臣的判断。胡府内，家丁披甲持械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，这是为了自保。是。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，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，这是为了自保。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6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佐将俗，他以国家重任，上统军史之尊，坐视姑息，甚至暗中助其行事，这也是为了自保。
是，这都是为了自保。大王，请深思。今夜之前的陈昭月，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。水秀公的意思，姑听明白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姑做错了事，用错了人。大王，今夜之前，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，收买笼络禁军将佐，在外人看来，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，是大王的手艺，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，派陈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，是大王以诡域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。陈昭月是大王亲拣信用之人，他与胡令公勾连，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。即便陈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，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，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，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，是请君入瓮，是引蛇出洞。君臣相议若此，姑之过也。今夜的情势，胡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。就算顾不了大局，总守得家宅清宁，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。姑这些年亲近性命，疏远老臣，与胡连公之间生了嫌隙，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水秀公，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王有教。臣胡进思，恭领大王教命。决尔功臣，兴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，九份王氏、荣英两朝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孤不欲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请令公入衙试试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！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整治经济防务，自其可起，
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眼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进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。怠慢轻忽者，斩。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手不前，我就在。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君联络，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，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